everyone should be able to give food to their children and education, and everyone should have a chance to have a good life. Yeah, I think it's quite lucky to be Swedish. 对人民如此慷慨，瑞典成了人人恨不得投身的保姆国家，也影响了一海之隔的丹麦。采访途中遇到的丹麦孩子都觉得活在天堂。如果北欧国家像是父母与子女的天堂，那也是老年人最好的颐养天年之地。每个月至少2万的敬老津贴之外，医疗照顾也全部免费。斯德哥尔摩市区附近最美的古堡，就是国王捐出规划为养老院，要瑞典老人能在最优美的环境之下安养天年。而就连之后的丧葬费用也是政府出钱。生老病死，从摇篮到坟墓，政府都照顾得好好，这就是瑞典的社会福利。高福利之外，还有令人称羡的高收入。瑞典人平均国民所得高达55000美元，全世界排名第8，是台湾的2.7倍。但最有钱和最穷人的比例却只有2.6倍，远低于台湾的6.34倍，贫富差距是全球最低。Politicians doesn't have the highest salaries in society. A member of parliament has a basic salary of 5,600 euros every month. 瑞典一个国会议员月薪20几万台币，和一个计程车司机并没有想象中惊人的差距。I keep around 20,000 Swedish crown. It's almost about 2,000 euro. 人人高收入可以应付比台湾贵4倍的物价。在斯德哥尔摩坐一趟计程车，不到10分钟要付135克朗，相当于台币650块。没有公民身份，不享有医疗保险。记者在瑞典因为眼睛发炎到医院就诊，光是挂号费就要台币1万元。但是高薪高福利的背后就是高税收。瑞典人缴所得税最高可以扣到57%，等于薪水一半都拿去缴税。此外还有增值税、碳税、电器税、垃圾税。瑞典万税是全球赋税最重的国家。这种劫富济贫的罗宾汉精神，要追溯到1000多年前。瑞典人的维京祖先在海上四处掠夺，在惊涛骇浪中必须彼此信任、团队合作，因此所得必须人人均分，连倒一杯酒都要求一样满。20世纪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就提出了人民之家理念，让有钱人负担国家财政，不容许任何人挨饿。That no one should be suffering from really bad economy or bad health or anything else. So it's been important to us that, for example,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is free and available for everybody. That means, of course, that we have quite a high tax. Like everybody can go to the hospital. They don't have to care about insurance and stuff. So yeah, it's cool. I think it's good to live in Sweden and to be Swedish, and it's good to pay taxes. So high taxes is good because the money is going to the hospitals and to the elder, to the small children, and schools. Yes. 这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瑞典模式，让瑞典几乎没有穷人。而维京海盗讲究平等的基因精神，也不只限于政治理念。对瑞典人来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设计，当然就不会只是富豪的特权。国民所得虽然比台湾高2倍，但首都最繁华的街道上找不到名牌或名车的炫富特征，平价时尚才是王道。You are not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Everyone's equal. And this means that you shouldn't show off in a Mercedes-Benz. 平等简约中也意味着有极大的包容力。这样的民族性要追溯到16、17世纪，瑞典曾靠着军事武力称霸波罗的海。但是18世纪，俄国崛起，瑞典丢了北海强权地位，王朝也备受威胁。当时的瑞典国王查理13世后继无人，外有强敌，内有隐忧，摇摇欲坠。19世纪，拿破仑大军横扫欧洲，与俄国为敌，就成了瑞典的梦幻保护者。拿破仑甚至让旗下最有战略的大元帅贝纳德将军出任瑞典国王。
请当时全天下最聪明的人、最会打仗的人来担任国家的 CEO。他这个胸襟啊，真的让人佩服。这个结果让瑞典200年来和平无战事，2次世界大战都保持中立，休养生息，小国终于茁壮。未来的女王维多利亚，2010年下嫁健身教练。她的妹妹31岁的玛德琳公主，今年6月也和相恋3年的纽约银行家举行婚礼。被票选为全球最帅的菲利普王子和上空名模热恋。瑞典王族没有非要门当户对，平民作风让瑞典人彻底接受法国后代的皇室成员。公主、王子呢，都是从小到大念的这个公立学校一起长大的，跟人民一起排队去买票啦、看戏啦，就是活在人民、融入人民当中。经常你会在大街小巷就会看到他们在一起。瑞典皇室虚位无权，但75%的瑞典人依然不愿废除君主制。开放的态度、新旧的融合，瑞典就成了发明家、创业家、设计家的摇篮。酷寒贫瘠的土地，终究流出了奶与蜜。1200年前，维京海盗攻占英格兰，包围法兰西，暴力掠夺欧洲沿海国家。10个世纪之后，维京后裔依旧向世界展开突袭，只是这一次武器不是战斧盾牌，而是冷冽设计、开放创意。全球城市、道路、家庭、衣橱，甚至酒会，终于无一幸免，欢天喜地地迎接着北方之虎的美感攻占。欢迎回到极地设计王国的秘密，聚焦瑞典。在瑞典的设计念头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环保节能。不光是家具建材讲究绿色天然，在瑞典的大街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印有绿叶子的车子，这些是设计成不加汽油，而是利用天然沼气的环保车。而影片中这个设在各大超市的空瓶换钱机器，也是鼓励瑞典人做好资源回收。瑞典人的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环保设计品，现在连汉堡店也不例外。这间是全世界第一家可以计算2氧化碳排放量的汉堡店。怎么计算？一起来看瑞典人另类的环保设计。2片面包中夹着大块牛肉，还有香浓 cheese 以及鲜嫩生菜和番茄。这一个超级豪华牛肉汉堡让人难以抵挡它的美味。但是你有想过，吃这一口对地球的影响有多大吗？吃一个汉堡之前，有人会计算价钱，有人会计算卡路里，但是在瑞典这家汉堡店，你还得计算你到底排放了多少2氧化碳。计算2氧化碳排放量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看看点餐台上的 menu 就会真相大白。原来所有产品图片后，除了标示价钱，还标上了2氧化碳排放量。像是点一个59克朗的汉堡，不但吃下惊人热量，也排放了高达1.9公斤的2氧化碳在地球上。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the customer to have opportunity to pick the burger, not just out of a question of taste or quality, but also with a concern of the environment. 这家位在斯德哥尔摩闹区的汉堡店是全世界第一家计算食物碳排放量的餐厅。1968年，瑞典北部位在北极圈内的格拉维小镇，拜勒佛斯夫妇开了一家餐厅卖起汉堡。2002年开始，交给2个儿子经营成连锁企业。随着全球气候暖化，拜勒佛斯一家人很担心，天寒地冻的家乡有一天会面目全非，连北极熊都找不到栖身之处。在美国前副总统高尔制作的纪录片《不愿面对的真相》放映之后，拜勒佛斯兄弟就决定2008年开始，把生产每一个汉堡、每一份薯条、生菜会制造出的碳排放量，也就是碳足迹，全都标示出来。以这个豪华牛肉大汉堡为例，牛在牧场吃草，吃的是碳水化合物，牛又爱放屁，产生的甲烷是2氧化碳的25倍。之后牛被货车再运到工厂，途中排放的废气，最后加工制成汉堡肉，加上生菜、番茄、cheese、面包，每一项也都会制造2氧化碳，所以一个汉堡诞生，就等于是为地球制造了2.9公斤的2氧化碳。如果你还外点一份奶油 cheese 薯条，配上一大杯草莓奶昔，你简直就是地球暖化的大帮凶。
很多科学证据已经显示，动物所放的甲烷屁是造成全球温室效应的元凶之一，其中又属牛的屁最吓人，几乎可以砍倒一整片森林。也因此，牛肉汉堡碳排放量是最高，随便一个就会排放1.9公斤的二氧化碳。而如果你点的是鱼肉汉堡，二氧化碳排放就降到0.5公斤；鸡肉汉堡更低，排放0.4公斤的二氧化碳。如果仔细分析，素食店里会出现的食物，二氧化碳排放冠军就是牛，每1公斤的牛肉排放高达17公斤的二氧化碳，其次是香浓 cheese， 然后是鲑鱼、猪肉、鸡，明显是肉类食物里排放 CO2 最低的。但如果和植物谷物只排放0.4公斤来比较，还是高出许多。3, 2, 1, begin! 在美国，每个人1年要吃掉150个加了肉片和 cheese 的汉堡，全国人口3亿，共吃掉450亿个汉堡，至少就释放2亿公吨的二氧化碳，远超过所有休旅车1年的排废气量。因此，这家汉堡店卖的最贵的虽然是牛肉汉堡，但他反而希望你点红萝卜或是苹果等生菜类，因为每一份都只排放0.1公斤的二氧化碳。The beef burger has the highest emissions. On the other hand, we see that the vegetarian products and the fish products and the chicken, they have much lower emissions. So we want to promote them, and hopefully the customer can pick the burger out of the climate perspective. When I order a hamburger, I think about the carbon, how it affects the environment. So not only the price. It's not only the price, no. If you go into a place like this, you usually order a hamburger. I eat a lot of chicken, I eat a lot of fish at home. 注重环保的瑞典人几乎一面倒支持这种注重碳排放量的汉堡店，吃的习惯因此被改变。早过了用餐时间，但店里却大排长龙，因为多了份 CO2 菜单，让这家汉堡店瑞典、挪威共82家分店，营业额从之前的900万克朗暴增1倍到15亿克朗，相当于台币720亿元，直逼麦当劳的龙头地位。环保之路永无止境。2010年开始盖了7家大走节能风的绿色汉堡店，屋顶种满植物减碳，店里的所有电力都是靠风力和太阳能，载运货车沿用生质燃料，从里到外彻底环保。Because we do believe that if the customer can take care of their own carbon footprint, then we can have a change. 这个来自北极圈的汉堡店要随时提醒你我，吃一个对的汉堡就是爱地球。欢迎回到极地设计王国的秘密。在像瑞典这样一个没有贫富差距的国度里，他们深深地认为，设计就应该进入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不论贵贱，不管阶级。这不光呼应了平等现代的社会福利制度，功能和美感兼具的设计产品，更成为瑞典重要的经济支柱，优雅地展现了瑞典工业和科技的高度竞争力。而同样重视文创产业的台湾，何时我们才能让设计不是精英专属，而是走进所有人的家庭和衣柜，给每个人一个更美好、有品味的生活？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舒梦兰，我们下次再会。